作家正在遭受网络暴力，却在评论区里看到了邻居的头像。他一脸不可置信的放大一看，果然是他的邻居。邻居说他写的东西都是狗屎，还骂他是个碧池，甚至扬言要曝光他家的地址。回想起现实中的邻居，明明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，每次见到他都会微笑着和自己打招呼，没想到背地里竟是一个恶毒的键盘侠。女人恨不得让他永远闭嘴。除了出言不逊的邻居，他的评论区里还充斥着各种喷子和黑粉。有的喷子骂他写的什么鬼东西，赶紧找个场子打螺丝吧；有的喷子连他的书都没看过就瞎带节奏，更有黑粉直接对他进行各种人身攻击。毕竟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用承担任何责任，但却能让他精神崩溃。直到有一天，女人收到了死亡威胁，一个黑粉说知道他家住在哪里，让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小心点。女人害怕的一夜未眠。第二天一早，她急忙跑去报警，可警察却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几条评论而已，还怪他心理承受能力太差。女作家被气得攥紧了拳头，她恨不得顺着网线找过去，亲手勒死那些键盘侠。瞎带节奏的喷子就堵住嘴淹死，人身攻击的黑粉就用键盘敲碎他的脑袋。正在他想着如何发泄时，又在评论区看到了邻居的头像，这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伪君子，真的曝光了他家的地址。女人越想越气，她直接拎起斧头，将邻居家刚装好的栅栏砍了个稀巴烂。第二天，邻居找上门问他有没有看到是谁干的，女人忐忑地说不知道，而这个伪君子还假惺惺地送她蛋糕。女人转身就将蛋糕扔进了垃圾桶，她坐在电脑前却无心工作，因为刚刚送她蛋糕的邻居转身就在评论区骂她是个傻叉作家。女人瞬间怒了，加上隔壁装修的噪音让她心烦意乱，她愤怒地推开窗户，竟看见邻居又跑到楼顶，一边放着音乐一边装修。女人觉得邻居是在故意针对她，让她无法安心工作。一瞬间，她恶向胆边生，悄悄爬上房顶，趁她不注意来到身后，邻居就这么挂了。愿天堂没有女作家。这是他第一次杀人，但却出奇的淡定。他不仅不害怕，反而感觉无比的轻松，甚至还抄起铁锹，将对方敲键盘的中指剁下来收藏。这下隔壁没了噪音，他的评论区也少了一个键盘侠。女人心情大好，她突然文思如泉涌，打字落纸如飞，日更5万字不成问题。原来杀键盘侠可以给她带来灵感。主编对她的新书也很是满意，女作家再次找回了久违的成就感。新书发布会上，她认识了一个悬疑小说作家，并很快确定了关系。她的生活也终于有了一丝美好。可喷子和黑粉却不打算放过她，他们不停在评论区带节奏，这让她新书的口碑直线下滑。尽管男友劝她不要再看评论区，但那些恶毒的评论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她脑子里，挥之不去。她越想越气，于是半夜爬起来找到那条最恶毒的评论，然后打开对方的主页，人肉出键盘侠的地址，竟然顺着网线找到了键盘侠的家里。这个键盘侠是个邋遢的宅男。女作家的到来让她倍感意外，当网络上口出狂言的键盘侠真的和他面对面时，竟然变得礼貌又绅士。女人将他辱骂自己的评论一条条的念了出来，然后质问他会不会对自己的女友这样说。Ik zou nooit zoiets over Tanja schrijven, want Tanja schrijft niet van die verschrikkelijke kutcolumns. 见他一脸无耻的样子，女人脸色一沉，抄起一个平底锅，毫不犹豫地拍死了他，接着拿起菜刀切下了他的中指。从此世间又少了一个键盘侠，女人心中畅快无比。杀键盘侠再次让她灵感迸发，她文思如泉涌，日更5万字不成问题。可没过几天，她的灵感又枯竭了，于是她又打开评论区，找出那条最让她上头的评论，人肉出地址后，再次顺着网线找了过去。这个喷子正洗着澡唱着歌，突然女作家出现在面前。喷子受到惊吓，很快认出了他，并连连道歉。他连忙解释说自己并无恶意，只是想找点乐子过过嘴瘾而已。他也是被别人带了节奏。看着键盘侠狡辩，想着他那些恶毒的评论，还特意艾特了自己。女人越想越气，直接将他的笔记本扔进了浴缸。键盘侠就此饮恨西北。女人再次收获一根中指。杀完键盘侠后，她的灵感挡都挡不住，直接连夜写了好几万字，并且一发不可收拾。之后，每当她灵感枯竭时，都会打开评论区，随即抽取一名幸运黑粉，然后顺着网线过去对他表示问候。各种线下单杀，让他的杀人手法越来越娴熟。随着一个个口无遮拦的键盘侠被解决，他的战利品也越来越多。女人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。一时间，各路媒体都在报道这位连环杀手，但却找不到一丝线索。死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全被砍掉了中指，所以女人被称为中指杀手。由于她频繁在夜晚外出猎杀键盘侠，让男友一度怀疑她在外面有人了。Wat het ook is, ik kan hem vertellen. 突如其来的拥抱让双手沾满鲜血的她措手不及。终于有一天，警察找上了门。女人表面很镇定，实际内心慌的一批。但警察并没有怀疑她杀人，而是接到了网友举报，说她在地下室囚禁了一个孩子当奴隶。不过经过一番询问和调查，警察确认她是被恶意举报的，而警察在无意间透露出举报者的名字叫塔里克。于是女人马上搜索名叫塔里克的账号，发现此人竟是评论区里最大的黑粉头子。他的评论最恶毒，也最会带节奏，每次发言都会引来一堆喷子对他进行人身攻击。女作家人肉了好几天，终于找到了塔里克的地址，可来到对方家里才发现，这个键盘侠竟是个年迈的大爷。
他不由分说将刀架在大爷脖子上，质问他为什么要做键盘侠网暴自己，这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学人家上网当喷子。老头儿一口老痰喷在他的脸上，果然是个喷子。女人想在干掉他之前找到他的电脑，让他做不成键盘侠，可没想到电脑没找到，还让老头挣脱了绳子。老头抄起猎枪准备反杀，很快就摸到女人身后将其打晕。毕竟杀了这么多键盘侠，女人也不是吃素的。他猛地起身，反手一刀将其割喉，然后夺过猎枪，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。终于干掉了最大的黑粉头子，女人感觉浑身舒坦。随着网暴她的键盘侠越来越少，女作家的精神状态也好了许多。于是她决定腾出时间好好陪陪家人。为了防止自己忍不住看评论区，她直接剪断了网线，又换上了不能上网的手机。这样一来，果然整个人都轻松了。直到这天，男友惊讶于她的评论区凭空少了许多黑粉，但还是有喷子在带节奏。说着便拿出自己的手机给她看，女人直接瞪大了眼睛。刚刚评论自己的黑粉竟然是被她干掉的老头塔里克。女人这才意识到自己杀错了人。由于这次塔里克换上了真名，她很轻松就找到了地址，然后拿出在冤种老头那里顺来的猎枪，准备去干最后一票。另一边，女儿在家中发现了一个包裹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一套要领命3000，每件凶器上都沾满了血。她瞬间明白了，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中指杀手，绝逼就是母亲的男友大胡子。大胡子被质问后一脸懵逼。Ik ben dit niet. Wie dan? Mijn moeder?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不对劲，正要做饭的大胡子发现手中的盒子里装满了键盘侠的中指。此时女人已经来到了黑粉头子家，并按响了门铃。 Tarek? Wat? 他二话不说，直接一喷子就干掉了这个喷子。女人一脸的满足。 Wat de fuck was dat? 可万万没想到，他又杀错了人。楼上这个年轻人才是真正的黑粉头子塔里克，刚才杀的是他的爸爸。年轻人害怕极了，他连连道歉，并说自己还是个孩子。那些评论只是为了过过嘴瘾，完全没了网络上键盘侠的嚣张。女人一脸的委屈，质问他无冤无仇的，为什么要带节奏网暴他，还向警察恶意举报自己？就算有不同看法，为什么就不能友善的表达？女人发泄完情绪后，并不想杀他，可正要离开时， Danke. 枪突然走火了，原来是男友赶了过来，但男友并没有站在她这边，反而在为键盘侠说话。他认为键盘侠也有言论自由。女人既愤怒又不理解，眼中充满了失望。今天是她的新书发布会，女作家一袭白衣，浑身是血，毫无顾忌地来到发布会现场。所有人都被她的样子惊呆了，但却没有一个人感到害怕，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女人为了发布会而搞出来的噱头。毕竟这和她的新书封面相得益彰。她走上台阶，端起一杯血腥玛丽，致敬生命。 Op het leven. 真是讽刺至极！女人杀光了他的黑粉，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而网络上永远不会缺少喷子、键盘侠和水军，他们躲在屏幕后面暗戳戳的带节奏，进行各种人身攻击。有的为了发泄情绪，有的为了引导舆论，有的为了谋求利益，并且不用为此承担任何责任，也不在乎自己的言论会对他人造成什么影响。而一旦当事人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时，出现在他们眼中的也只有无知、愚蠢和恐惧。我是一笑真电影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